大家好，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，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，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在 AMD 年度 AI 盛会 Advancing AI 2026上 ，AMD 强势秀出肌肉，全新一代 EPYC 伺服器 CPU Instinct GPU Mix 455。首款机架级 AI 解决方案 Helios 等众多软硬体新品重磅亮相。过去2年 Advancing AI 大会开场 ，AMD 执行长苏姿丰都会修正市场和技术趋势的预计。原因在于，作为过去50年最重要的技术，当下 AI 行业的发展速度太惊人。当前，全球每月 AI token 消耗量已高达35兆次。短短2年，增幅达到近160倍。苏姿丰指出，从行业需求的核心变化看，模型训练始终是 AI 发展的基础核心。过去5年，高阶模型的训练算力需求每年约增长5倍，模型的推理能力、功能特性也在持续迭代，专用模型的数量不断攀升。苏姿丰坚定地认为，不存在一款万能的 AI 模型。不同行业、不同任务都需要适配专属的模型方案，而当下最大的行业变革来自推理端。预计今年全球 AI 推理算力需求将首次超越训练算力，全球 AI 算力中约60%将用于推理任务。这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，数十亿用户日常使用 AI， 行业重心从搭建模型转向落地应用。而智慧体 AI 的普及正在进一步加速这一转型进程。智慧体是 AI 的下一个核心突破口，这一趋势在今年以来迎来爆发式增长。早期 AI 仅能完成简单问答，而新一代智慧体可以接收完整目标指令，自主拆解步骤，持续运算，直至完成任务。这给算力行业带来了颠覆性变化。智慧体的多步骤推理、工具调用、资料读取、循环运算，既需要海量 GPU 算力支撑推理，也需要大量 CPU 完成全流程调度编排。苏姿丰表示，基于客户反馈与行业现状， AMD 持续更新市场预判。AI 智慧体的普及正在大幅拉升 AI 加速晶片的市场规模。去年大会上，AMD 预测2028年 AI 加速晶片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，当时这一数字已十分惊人，现在看简直过于保守。依托模型迭代与应用普及带来的算力刚需， AMD 最新预测显示，2030年全球资料中心 AI 加速晶片市场规模将达到 1.4 兆美元，体量将逼近当前全球半导体市场总和。苏姿丰指出，晶片领域不存在一刀切的通用方案，可编程性更强的 GPU 仍将占据市场绝对主流地位。但在过去半年，行业最核心的新变化在于 GPU 不再是 AI 算力增长的唯一核心，生成式 AI 为伺服器 CPU 开辟了全新的增长赛道。过去半年 ，AMD 持续修正行业数据。此前预判伺服器 CPU 市场年增速为 18% 至 20%， 整体规模将达600亿美元。但生成式 AI 与智慧体的落地速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。AI 智慧体正从100万级普及至10亿级，全面提升各行业生产效率，催生了海量 CPU 基础设施需求，而这一轮基建浪潮才刚刚开启。基于最新行业数据， AMD 上调预测2030年伺服器 CPU 市场规模将达到2200亿美元，年复合增速超 50%， CPU 赛道迎来全新爆发机遇。此外，苏姿丰强调， AI 算力的应用场景绝不局限于资料中心。随着 AI 融入日常生活，智慧算力需要部署在业务发生的每一个场景，云端算力至关重要，终端设备算力也不可或缺，能够实时感知响应的边缘自主设备也将承载大量 AI 算力需求，而这也是 AMD 的核心布局之一，即推动 AI 全域渗透无处不在。
基于此，2030年 AMD 参与的高效能和自适应运算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3650亿美元达到2030年的2兆美元，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0%。如此庞大的市场，绝非单一企业能够独立承载，生态协同是行业发展的唯一路径。AMD 凭借业内最全面的产品矩阵、最完善的技术路线图，以及深度绑定的行业生态伙伴，完全具备引领行业发展的实力。由此 ，AMD 在此次大会上重磅发表代号 Venice 第6代 EPYC 伺服器 CPU、EPYC 9006系列。Venice 基于36架构打造，是行业首款2奈米工艺台积电代工实现量产的高效能运算晶片。相比前代 Turin 的192核上限， Venice 将单颗 CPU 核心数提升至256核，增幅达 33%， 整体效能与能效均较355架构提升超 70%。 而第6代 Venice 实现了进一步的飞跃，在4个维度体现出竞争优势。运算方面提供2种核心配置， Zen6C 最高可达256和512线程， Zen6 最高96和192线程，支援 AMD 3D V-Cache 技术， L3 块取高达 1152M， 功耗上限为600瓦。I/O 与平台方面支援2路或1路 CPU 配置，单路最多128条 PCIe Gen 6通道，频宽 64Gbps， 通过 CXL 3.1 实现记忆体扩展，集成第5代 Infinity Fabric 互联技术，电源管理支援统一供电，基于利用率的功耗缩放及频率自适应频谱技术。安全方面，增强型信任根支援 RSA 4K 和后量子密码，提供物理与侧信道攻击防护，符合 FIPS 1403 Level 1标准，支援机密运算与 AMD SAV 可信 I/O。 记忆体方面，支援最多16通道 MRDIMM， 速率高达12800 MT 每秒，也支援16通道 DDR5， 速率8000 MT 每秒，并提供24通道 LPDDR5X， 搭配可现场更换的 SoC M2 记忆体模块。自2018年推出首代 EPYC 伺服器 CPU 至今，吞吐量提升18倍，展现出在伺服器 CPU 领域高速的创新迭代能力以及恐怖的执行力。AMD 依托统一36架构，打造多规格、全场景 CPU 产品矩阵，这是所有竞品都无法复刻的核心优势，让第6代骁龙成为当下资料中心最优 CPU 方案。在吞吐量和美核效能方面， AMD 将包括英特尔至强6、ARM-IGI 以及刚刚公布完整规格的辉达、微软等对手旗舰资料中心 CPU 都打了一遍。总体来看，从晶片到机架的完整解决方案，从云端到终端 AI 的全面布局，从 ROCm 软体生态蓬勃发展，到微软、Anthropic 等全球头部客户规模部署，凭借持续迭代的稳定交付节奏、强大的路线图支航力、开放的生态和标准理念，在 AI 基础设施的新一轮格局重塑中， AMD 正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级。Q1 资料中心业务实现里程碑，距上兆市值仅一步之遥，加速迈进 AI 算力核心供应商领跑行列的 AMD， 向对手释放了超强的竞争意味。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侃侃而谈，阔论有余。最后，请你点赞、订阅，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谢谢。